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绍峰泪崩现场，6岁儿子舞台催泪告白，妈妈，你一定要幸福。灯光下，冯绍峰不再是荧幕上的大明星，只是一个为6岁孩子抹泪的父亲。他曾说：“我可能不是好丈夫，但想尽力做个好父亲。”从厨房烫伤手到歪歪扭扭的蛋糕，这个昔日硬汉用最笨拙的方式诠释父爱。当孩子说出妈妈要快乐时，他明白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孩子重要的瞬间静静守候。当舞台上的灯光亮起，有的人露出了笑容，有的人却默默流泪。在那些热烈的掌声中，其实也有不少人悄悄地抹着眼泪。他坐在观众席里，眼眶泛红了，一声不吭，只是低着头，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，好像要把即将掉落的泪水硬憋回去。他曾是电影里威风凛凛的大明星，演公10米倒一大片观众，演知否时展现一身傲骨。但这次在台下，他不再是演员身份，只是个普通的爸爸。冯绍峰，以前大家总说他是赵丽颖的另一半，现在他变成了孩子的爹。这回他哭得十分痛快。有人讲，这不像是在表演，而是真实的人生。在舞台上，6岁的小家伙身着小西装，用他那稚嫩的声音，一字一句地说着让人心里暖洋洋的话：“妈妈，你一定要快快乐乐的。”这话一出，冯绍峰心里防线瞬间垮了，他赶忙捂着脸，声音都哽咽了。整个场子安静极了，就只听见孩子的声音在回荡。他不是最好的丈夫，却努力做最好的爸爸。在冯绍峰42岁那年，他们夫妻俩离了婚。赵丽颖简单宣布说：“咱俩好聚好散，孩子我们会一起照顾。”双引号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大打出手，明白人都看得出，那并非冷静，而是藏着忍耐。那段时间，冯绍峰好像从热搜上蒸发了。后来被拍到一回，他戴着口罩蹲在幼儿园外头，手里提着一堆玩具。为了不让孩子认不出，他还特地穿上了孩子最爱的那件蓝色外套。他啥也没说，也没啥轰动的大事干出来，就是安安静静的尽到了一个父亲该尽的责任。2023年11月，他参加了个电视节目，说到自家小孩时，声音都带上了哭腔：“我虽然可能不是个好老公，但我真想尽力做个好父亲。”双引号。讲完这话，他低下头，一声不吭地待了差不多5秒钟。他最怕演父亲，因为太真了。2024年春天，他接拍了一部电影，演的是一个独自带孩子的爸爸。还没正式开拍第1场戏呢，他就忍不住落泪了。导演还以为他被剧情打动了，他摆摆手说：“不是的，这感觉太真实了，跟我自己的经历太像了。”双引号。每晚干完活，他都会悄悄给娃打个电话，声音温柔的让人想不到他是《狼图腾》里那种硬汉。他会问：“小家伙，今天都学了啥呀？”等娃一回答，他就乐开了花，笑得跟个小孩子似的。那时候有人讲他不一样了，不再是昔日的玩乐高手，也不再是大家心中的电影帅哥。他变得安静起来，待人温和，举手投足间有了个真正父亲的样子。他输了爱情，却赢回了一个孩子的心。赵丽颖和他分手那年，有记者问他：“你有没有觉得挺遗憾的？”双引号。他应道：“是挺后悔的，但这不是他的错。”双引号。他明白自己做丈夫的并不称职，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把家里的事儿都抛在脑后了。等想补救时，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孩子还在身边，他说道：“孩子还在，我就还有希望。”双引号。
然后她就试着自己动手做饭了。头一回进厨房，不小心烫到了手3回。孩子瞧见了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他却乐呵呵地说：“别担心，爸爸厉害着呢，这点小伤不算啥。”双引号。2024年6·1那天，他亲自给宝贝烘焙了个蛋糕，奶油抹得不太平整，蛋糕形状也有点歪，可孩子吃得特别高兴，直夸老爸亲手做的，味道最棒了。双引号。那时候他眼眶湿润了，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：“我已经拼尽全力了。”双引号。那一声妈妈，你一定要幸福，藏着太多故事。舞台上有个小小的身子，一句话说出来，让台下的好多人都感动得哭了。妈，真心希望你过得开开心心的。这话不是孩子想的，是他自己创作的。在排练的时候，孩子压根不明白这话啥意思，他便蹲下身，跟孩子面对面地说：“你讲这句话，就是在给妈妈送祝福呢。”双引号。小孩点了点头。表演那天，他把话说得特别明白。冯绍峰坐在观众席里，这回他心里头觉得自己这回总算做对了一回。他没拦着孩子说出心里话，懂得了让孩子自己去闯。他按自己的方法，让孩子懂得了爱与包容。有人讲，在那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输家。双引号。但也有人讲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圆满了。双引号。一个好爸爸，不在于给孩子买了多少玩意儿，而是在孩子每个重要的成长瞬间，都在一旁默默站着，安静地看他绽放光彩。冯绍峰并不是无可挑剔的，他也有过自私的时候，也后悔过自己的决定，但他现在正在拼尽全力去纠正那些错误。就算时间有点晚，他也要把事情做对。这不是咸鱼翻身的时候，而是我们在一步步变得更强。赵丽颖携子逛街景，玩具店中宠溺显真情，温馨亲子时光暖人心。近日，有路人幸运地偶遇了赵丽颖带着6岁的儿子想想逛街。画面中，赵丽颖独自优雅地撑着伞走在前方，小想想则由保姆悉心照料着跟在后面。一行人悠然自得，先后前往商场和展览馆，开启了一场温馨的亲子之旅。当一行人逛完商场，路过一家玩具店时，小想想瞬间被店内琳琅满目的玩具吸引住了目光。他兴奋地挣脱开妈妈的手，像一只欢快的小鹿般跑进店里，开始认真地挑选起心仪的玩具。赵丽颖见状，赶忙跟了进去，静静地站在一旁，温柔地看着儿子挑选。当想想拿着玩具，一脸期待地问妈妈哪一样好看时，赵丽颖微笑着反问儿子最喜欢哪一个，还宠溺地表示喜欢哪个就买哪个。看着儿子那开心满足的模样，赵丽颖的脸上也洋溢着欣慰的笑容。从玩具店出来后，3人又一同坐车前往展览馆。小想想紧紧地跟在赵丽颖身后，手里小心翼翼地抱着刚买的玩具，那爱不释手的样子，足以看出他对这份礼物的喜爱。到达展览馆时，赵丽颖的朋友也赶了过来，两人并肩而行，边走边愉快地交谈着。赵丽颖的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，心情格外舒畅。在我看来，赵丽颖在工作上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劳模，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精彩的作品。而在生活中，她更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妈妈。尽管工作繁忙，但她依然会每个月抽出时间陪伴儿子，带他品尝美食，尽情玩耍。这种对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与兼顾，着实令人钦佩。